在太空当中的垃圾如果相撞会是什么后果呢？我们用手中的2个骨牌来比喻，如果只有2个骨牌相撞的话，不会怎么样，因为它不会影响到其他。但如果说有好几百个骨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只要我轻轻的用手指头一推，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骨牌都全倒了。你可以想象，在太空当中，如果有数百个太空垃圾相撞，恐怕也会酿成这样的大灾难。100张骨牌等同100公克的太空垃圾，破坏力有多大？不只能摧毁人造卫星，还能让外太空陷入混乱。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10公克的太空垃圾威力如同2辆车以时速100公里迎面对撞，不止车身受损，还会波及他人，造成连环车祸。这种情形发生在外太空，被称为海斯勒现象，也就是轨道上的物体增加，互相碰撞或产生连锁效应的机会就越来越高。连锁效应一旦发生，不止太空，就连地球恐怕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你以为这时候谁会出现来拯救地球？尖峰时刻涌入车潮，幸好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有警察能指挥交通，降低意外事故。那没有警察管制的宇宙，又有谁能让人造卫星安分守己？美国的空军它会发布这个警告，是针对你已经还在运转的。那除役的他就不去警告他，因为除役你也没办法躲。过去就曾发生过卫星撞卫星的案例，一颗死掉的俄罗斯卫星不但撞坏美国一颗使用中的通讯卫星，自己还解体，变成2000多块的大碎片。太空站还特别要自己这个调整一下方向跟这个距离啊什么，来躲避这个炸出来的这个残块。最恐怖的是2017年那个中共有发射反卫星飞弹，去成功命中它的那个卫星叫风云1号，那是一个气象卫星已经除役的，打中它之后呢，会产生数万个碎片，所以这其实数量是非常恐怖的太空垃圾潜藏的危机不止卫星撞卫星，每一个太空垃圾都极具破坏力，因为直径超过弹珠的大小，就超过50万件，不止威胁活着的卫星和太空人。太空碎片还会互相撞击，像你的车子越容易被撞，或者说撞坏，你的保险会越高。所以呢，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的这种太空垃圾、太空碎片对人造卫星的威胁是很大。低轨道卫星碰撞有一则说法是，碰撞几率是1/1000，其实还蛮高的，比中乐透还要高了哈。威胁还不止如此，未来有一天将无法再发射新的卫星。如果这个垃圾更多的话，这已经接近大概若干更可能50年都不处理它的话，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再通讯了，因为它这个不但会没有卫星可以通讯之外，现有的卫星也会被这些很密集的太空垃圾的讯号被它遮蔽这个讯号。人造卫星明明就对地球带来严重威胁，为什么人类还要大量发射？迷人之处究竟为何？我们得先了解它居住的环境。平常看到的太阳是恒星，
绕着它运转的星球称为行星，像是地球；绕着它而转动的星球称为卫星，也就是月亮。由人类所制造的飞行器绕着地球转动，称之为人造卫星。这些人造卫星拥有各自的任务，分布在不同位置。距离地球1000公里以下属于低轨道，通常有科学、军事、通讯卫星等等。距离地球约36000公里的是同步轨道，主要有通讯、气象监测卫星。这些卫星在哪里，太空垃圾就在哪里。为什么放那么多卫星在那边？是因为通讯啊、气象啊，它的用途上的考虑啊，它是这个轨道绕地球一圈哈，真的跟地球转一圈是一样的24小时，那个所以叫同步轨道。那个轨道里有很多卫星，那这么多年也死掉很多卫星，所以垃圾也有一大堆在那一个单独那一个环境。只是没有卫星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冲击吗？时光如果回到50年前，没有人造卫星的日子，你有想过生活中有哪些便利将全部消失？我们其实很仰赖的是气象上的这些由外太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地面上的这个气候形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台风的那个云图嘛，卫星云图嘛。你要是没有那些东西的话，你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这个生活上真的会蛮痛苦的。再加上现在比如说 GPS 用的这么多，而且用途越来越多。由于我们太依赖卫星，也制造不少太空垃圾，垃圾只增不减，让整个太空都是人类的垃圾场。这个问题又要如何解决？那当然，你可以去抓取它，比如说你跟一个机械手臂伸出来去把它抓过来。另外，再你去 attach 它，比如说你就是跟它结合，然后事实上你本身当然就是可能透过你的推进，然后事实上把它导引到脱离它的轨道这样的情况。那当然也有些实际上是用一些网子去缠绕它。只是不论什么方法，都无法像在地球上的我们，拿起扫把就能轻松清扫垃圾，因为太空中的垃圾不只要派专员前往清除，还有重重的难关需要克服。到底为什么呢？为了找寻答案，我们踏上日本，来到这间大型机具工厂，寻找卫星的守护者，名为 IDEA OSG-1， 它能侦测出太空垃圾的行踪，降低卫星被袭击的风险。IDEA OSG-1 が取る衝突データを、地上で解析することで、スペースデブリの、分布を推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でこのスペースデブリの分布を、衝突があるごとに、アップデートしていくことで、そのスペースデブリの分布がどう、動い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ります。想要展开救援，守护者卫星必须安全飞向宇宙，顺利脱离火箭入轨。用来连接火箭和卫星的连接环不能有丝毫问题。只要有一点点的误差，整个救援行动就会宣告失败。所以，用来制作连接环的机具都要量身定做。この厚みの方向ですね、この水平方向に精度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ロケットとこの衛星部品が切り離されるときに、このパーツが歪んでいると、計算と違う方向に衛星が飛び出してしまうために。守护者侦测卫星顺利飞向外太空，就能透过前面2块黄色区块来侦测太空垃圾的位置。
地球上的科学家搜集足够的资料，就可以出动太空清道夫 （Space Sweepers） 清除垃圾。これがボーイと言います。で、これにこれはマザーシップという母艦の中に収納されていて、マザーシップがデブリに十分近づいたところで、このボーイがマザーシップから分離されます。で、分離された後はこのボーイのこの部分、粘着剤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部分がスペースデブリにくっついて。整个过程如何？母舰会带着子舰飞向外太空。当母舰搜寻到太空碎片，会先精准地找出碎片的位置，所以会在四周飞行。确认目标之后，子舰会从母舰分离出来，推向碎片，并且粘着它，最后把它带向地球的大气层，烧毁殆尽。这是清扫太空垃圾的方法之一。效果为何，还有待实测才能揭晓。只是先不管成效好不好，科学家怀疑有谁愿意花好几亿台币来清扫太空垃圾？就算成功发射清扫卫星，太空垃圾就真的有清完的一天吗？像一个整个台北市，你就有一辆这个垃圾车，想要去清除整个台湾的这个垃圾量。想透过清扫卫星清除所有垃圾，看来还有很多难题有待破解。只是一个关卡还没解决，又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Recently, we have a very big problem about the space debris, and the CubeSat or small satellite are considered to be a source of the made large amount of the debris in space, and that's true. 他是钟旭和真一，目前在东京大学担任航空宇宙工学系教授。2003年发射了立方卫星落入轨道，已经超过12年，是全球最长寿的立方卫星。他指出，立方卫星因为体积太小难以侦测，成为科学家头痛的太空垃圾。而且升空的立方卫星还有半数在外太空，要解决这些问题，卫星停留时间必须有所限制。For example, in Japan, if you have a piggyback launch opportunity on the H2A rocket, we should prove that our satellite can go down to the atmosphere within the 25 years. Yeah, that is a Japanese rule. But Japan is making this kind of rule operate very strictly. 如果人类都不重视，总以为太空很大很广阔，放任太空垃圾继续增加，我们的下一代所生存的地球，恐怕内外都要被垃圾层层包围。如果真有那一天到来，人类才想要改变，也已经无法扭转。